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你会发现，现在全世界稍微有那么一点钱的人，都在争分夺秒的去重新大布局了。因为这一次非常大概率是有史以来最可怕的金融末日。我不讲了，有的人还不知道，去年你闭着眼买都能赚大钱的大牛股、龙头股 Nvidia， 现在呢已经暴跌了 28% 了。川普当选最大的功臣马斯克，他的 Tesla 去年10月呢就开始暴涨了，而现在呢已经反过来暴跌了 46% 了。然后 Amazon、Facebook、Google， 就是你喊得出来美国比较出名的龙头企业，现在都暴跌至少 15% 以上了。就这种程度呢，无数人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但如果这一切只是刚刚开始呢？如果美股继续跌下去，其实只需要一夜之间，也就是一个晚上，全世界无数加了杠杆的投资者，所有的财富直接就会归零。这些人只能被迫的进一步变卖资产，去套现，去应急，然后全世界资产就会进一步的暴跌。到时候的暴跌呢，就不叫暴跌了，而是崩盘了。00年如此，08年如此，20年也如此。那这些什么资产崩盘呢，其实都还好，因为真正可怕的是这一切的结果都是美国政府现在最想要看到的，也是他们正在推动的结果，就是让美国进入衰退。为什么呢？因为只有衰退才能让全世界的人替美国买单。什么意思呢？大家好，我是扫地僧。你会发现亚特兰大联储呢，也就是美联储的一个分支嘛，它本来呢是预测美国第一季度的 GDP 是 2.3% 的，但是你看这图，在上个月底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数据修正了，从正 2.3% 下降到了负 1.5%。 这代表什么呢？就是跟全世界说啊，美国直接衰退了。而没过了几天呢，它的这个数据就再一次修正了，直接下降到负 2.8%。 这又代表什么呢？就是跟全世界说啊，美国因为川普上台之后不但衰退了，而且这衰退比你想象的更严重了。也因为这样，你川普当选时候美股涨得有多厉害，现在他当选之后就跌得有多厉害。那这种唱衰国家的言论呢，在某些地方是要被捉的。但你会发现美国政府连自己都出来公布了很多经济的数据，都在告诉你经济不太好了，可能要衰退了。所以这段时间呢，我就跟很多几十年前炒股的大爷一样，一直坐在电视前面看着川普，看他到底这个人会做什么去救一下美股呢？毕竟就4-5年前嘛，川普第一次当总统的时候，只要这美股有那么一点点的风吹草动，他都会第一时间去发 Twitter 就是了，甚至直接让美联储扩表印钱了。所以美股的上涨是他一直挂在口边的政绩啊。但这一次呢，没有啊，他一句话都没讲，为什么呢？而当我准备把电视关上的时候呢，他负责管钱的财政部长就出来说，他们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确保长期债券的收益率不上升啊。简单来说，就是确保长期美债要卖得出去嘛。这代表什么呢？然后你再看这图啊，这图就是说我们伟大的美联储钱包里面呢有多少钱。所以不难看出来，从2022年开始呢，他的钱包就在缩水嘛。那怎么办呢？所以美联储就会找到那些有钱人、财阀、大户、金融机构，跟他们说啊，我把手上的美债抵押给你，你们呢就把钱借给我。这个呢就叫做逆回购。简单来说呢，这个逆回购就是美联储问自己人借钱的能力。那这图呢就是美联储逆回购借回来了多少钱。如果蓝色那条线涨得越高，是不是就代表美联储抵押出去的美债越多，借回来的钱呢就越多嘛？也就是说，美联储借钱的能力呢就越强了。而反过来呢，就现在这个我们看到的情况，这条蓝色线将会在这个月跌到0了。也就是说，美联储它跟自己人也借不到钱了。那这只有2种可能，第一呢，就是那些金融机构真的没钱了，那我都没钱了，又怎么把钱借给你呢？第二呢，就是我就算有钱了，我也宁愿拿现金，不拿你美联储抵押给我的美债。所以美债谁来买啊？现在美联储钱包里面快没钱了，借钱也借不回来了。而那些大户、那些金融机构呢，要不呢就是没钱，要不呢就是有钱也不要去买美债。然后中国、日本、英国那些国家这几年又在抛美债，也就是说，现在美债已经面临了流动性的枯竭啊，就是说美债在市场上面流动不起来嘛。为什么流动不起来啊？就是因为卖的人越来越多，买的人越来越少嘛。所以川普那个管钱的才会去说，他们重中之重的任务呢，就是确保长期美债可以卖得出去。
而解决方法呢很简单，就是让美国再一次伟大。比如说公务员要去裁员，大企业也裁员，这样就可以让更多人失业。然后呢去加关税，让美国高通胀。最重要的就是去制裁全世界，也就是主动的去引发一场股灾，甚至是金融危机，又甚至是经济衰退。先抑后扬嘛，不然怎么可以再一次伟大呢？但对于我们来说呢，记着不要浪费一场好的危机。当全世界大部分国家都躲不过去了，那么钱就会重新的去找诺亚方舟，也就是我们提前布局的避难资产。这时候呢，我们不但可以躲过这场危机，甚至还会催生一堆富人。如果说你不想要成为这场局的牺牲品，甚至你希望可以再进一步的跨越阶层的话，那么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因为你预期我后续会给你更多的资讯。而如果你怕自己听完以后就忘了，等同于浪费了你的时间了，那么你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了，这样影片就会自动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让你随时可以回来跟着去做。首先，为什么美债会有流动性的枯竭呢？美国欠的钱不是自己印钱来还就好了吗？很简单了，因为美元呢不能收回来了。什么意思呢？注意听了，美债其实是一个印钱花钱，然后收钱再印钱的循环。比如说以前美联储可能印了5万亿美元，然后呢就会把这5万亿拿去买美债，就是借给美国政府嘛。所以美国政府是不是就欠了美联储5万亿呢？而美国政府就会拿了这5万亿，在全世界不断的买东西，进口各种东西，对吧？然后美国政府手上的这5万亿花完了之后呢，美国政府是不是就没钱了？没钱了，那怎么办呢？所以资本家就发明了这个方法。今天我美国是不是在全世界花了5万亿美金啊？那只要我把这花出去的5万亿美金收回来了4万亿，这样全世界是不是就只剩下1万亿了？是不是就会缺钱了？而全世界没钱了，是不是就要继续卖东西给我，赚走我的美元了？而这时候我是不是就可以再继续的印钱，买走全世界的东西啊？那么怎么样才可以把我花出去全世界的钱收回来呢？很简单，就是我在问他们借回来嘛，把美债卖给他们，然后告诉他们，你们把这钱借给我美国政府，我美国赚到钱之后呢，就会把钱连本带利的还给你们，相当于你们卖东西给我，赚走了我的钱，然后把钱投资在美国，我们美国人呢再替你们打工，还钱给你们嘛。所以结果全世界就把赚回来的钱都拿一部分去买美债了，也就是说美联储印了5万亿，然后美国政府花出去了5万亿，然后又靠卖美债收回来了4万亿，这样全世界没有美元的时候呢，美联储呢就可以继续的多印5万亿，然后又借给美国政府，美国政府呢又花出去，然后呢又卖美债收回来，然后呢又可以再印钱，能听懂吗？也就是说美债是美国把全世界的钱收回来的一个方法，目的呢就是为了可以继续什么都不做，透过印钱就可以轻轻松松的买走全世界生产出来的东西了。所以其实美国政府现在欠了36万亿，甚至就算他欠了100万亿、1000万亿，问题都不大了。只要他欠的钱里面有40%左右是全世界其他国家借回给美国的。简单来说，就是只要他能够把印的钱、花出去的钱从全世界借回来，让全世界缺美元，然后继续想要用美元赚美元，那他呢就可以继续的印钱借给自己花了，问题都不大了。也就是说，只要全世界把赚回来的钱继续借给美国，美国呢才可以继续印钱。而且理论上来讲呢，只要能把钱收回来呢，这个欠的美债呢是可以不用还的，因为可以接新长债，还旧短债嘛。很简单，比如说今天我们美国欠了日本1万亿的债，这有1万亿今天到期了，要还钱了，那么呢我就会去问你，要不要继续把这1万亿借给我，我继续给你还利息嘛。如果你日本继续借钱给我，那就等于不用还了嘛。如果你不借，那我就向英国借1万亿的长债，先把这1万亿还给你，等30年之后呢，我再想办法把钱还给英国。这就是所谓的以时间换取空间。再简单点呢，就是拖嘛，用时间把现在要还的债给化了。所以这个事件呢，并不是学校里面教我们的非黑即白的，欠钱原来呢是可以去拖的，甚至是可以让别人替你去还的。但是如果全世界国家卖了货物给美国，然后赚了美元之后，不把美元拿去买美债，不去把钱再借给美国的话，美国花出去的钱就收不回来了，那这时候就印不了钱了，印不了钱就要自己去工作生产来还钱了。这个呢就是美债的流动性枯竭啊，而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美国以前欠的钱里面有40-50%都是从其他国家借回来了，但是现在呢，美国欠的钱里面只有20-30%是其他国家借给他了。也就是说，现在花出去的钱收不回来了，收不回来就代表全世界手上都不缺美元。如果这时候还要继续的扩表印钱的话，那美元就会瞬间的疯狂贬值，全世界呢就更不会用美元，也不会买美债了，然后钱呢就更收不回来了，那怎么办呢？所以有的人就说了，现在川普就很努力的想办法赚钱啊，然后拿去还美债啊，比如说加关税，甚至呢还去卖国籍，就是只要你付得起500万美元呢，你现在就可以成为美国人了，移民到美国了，对吧？这个呢就是所谓的开国际玩笑了。刚才说了，美国欠的钱呢是可以不用还的，也不能还的。如果你把这钱还了，全世界呢都会直接崩盘的。为什么呢？简单来说，今天川普在全世界把这钱赚回来了，全世界的钱确实被抽回来美国了。但川普把这钱拿去还美债的时候呢，钱又送出去了。而且美国最大的债主呢，也就是美联储，他当初是印钱，然后把钱借给美国的。你现在还钱，其实就等同于把印出来的钱销毁嘛，让钱消失掉罢了。为什么美国要印钱了？就是因为自己赚钱太辛苦了嘛，所以才要去印钱，然后卖美债把钱收回来，再去印钱嘛。然后你现在不但不继续去卖美债，不但不把钱收回来，你反而把债给还了，那这钱还怎么印啊？所以美国它不用还钱的，为什么要还啊？只要你敢还债，只要你敢缩减这个债务的规模呢，那么美国自己呢就可以直接原地死给你看了，因为他把赚回来的美元都拿去还了，或者是销毁了，那他自己不就没钱了吗？就是今天我赚了100万，但我这100万拿去还钱了，本来这个钱是可以不用还的但我还了，那我自己不就没钱了吗？美国没钱，到时候就不是美股崩盘的问题了，而是直接把整条华尔街的门都要关上了，因为大家都没钱了嘛。那我做生意你也没钱买啊，所以也不用做生意了。然后很多人最想要看到的画面就会出现了，美国核心地段的房子呢，可能就暴跌到$100，然后就能买得到了，因为通缩了嘛。但这时候呢，其实大部分人的身价呢，可能也会跟着缩水到只有$1的，而且呢，也没有银行借钱给你去买房的，因为大家都没钱了嘛。也就是说，虽然房价可能变便宜了，但财富呢是相对的，大部分的人呢也变穷了，你还是会觉得房价很贵的，你还是买不起的。所以不要以为美国还债引发通缩是件好事情，这只会让美国的资产贱卖，然后美国人变成穷人罢了。所以各位一定要先搞清楚，美国没有任何一届总统呢是敢去还美国欠下的债的，还债呢只是跟电视观众喊喊的口号罢了。美国政府真正的任务呢，反而是要去想办法借更多的钱回来，把钱收回来，然后去印钱了，也就是把债务的规模扩大的。也就是说，当美国的负债会越来越多，印钱也会越来越多，美元也会越来越多的时候，钱是不是就会不值钱了？所以钱是需要资产去承接的，不然就会通胀失控的。也因为这样，资产的价格呢就会暴涨。而我们散户相比巴菲特那些大户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更灵活。巴菲特他可能要提前1年去买资产或者是卖资产，而我们呢只需要等到资金确定进去了，准备推高股价的那一秒才进场也不迟了。也就是说，大户制造了趋势，而我们只需要跟着趋势，赚了钱就跑嘛。这就是为什么这一轮美股的暴跌，我们1分钱都没有亏。但有追随我们一段时间的都知道，我们最近在黄金、港股的小米、阿里巴巴都有不错利润的原因了。然后你去思考一下，如果一只股票你买它的失败概率呢是99%，你要不要去投呢？大部分的人呢都已经摇头了，对吧？但为什么你就不去问一下，你投这只股票亏的话亏多少钱，赚的话赚多少钱呢？如果今天我投了100只股票，有99只都亏钱了，但每一只我只亏1万，我是不是就亏了99万啊？但只要我有一只赢了，我就可以赚1000万，那么我最后还是赚900多万嘛。所以我亏了99万，是不是只是我投资的那个成本？所以胜率呢是很重要的，但赔率同样也很重要。我们的方法简单来说，我们去赌会不会下雨，但我看到乌云了，所以我不但知道有60-70%的概率会下雨，而且如果我猜对是下雨的话，我赚就赚你100块。但如果那30-40%的概率让我猜错的话，我亏只是亏1块给你。长期来玩这个游戏呢，我只会输少赢多，
这样看上去我是在做赌博，实际上呢，我却是在开赌场，在投资啊。所以我们不需要学太多的投资方法，我们只需要有一套方法和系统，可以贯穿任何的资产，包括股票、黄金、比特币，甚至是外汇。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学习到这套系统，我呼吁你赶快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走进我们的股票投资班，因为我们将会在这个月下架了。而现在只要你订阅了，是我的粉丝了，这报名费不用$100，连1分钱美金都不要，直接免费了。如果你错过之后呢，里面任何的福利都将取消了。那这里注意听了，如果听不懂了，就理解不了后面的重中之重啊。所以美国现在的钱收不回来了，就是全世界都不借钱给美国了，收不回来就不能印钱嘛。那怎么办呢？很简单，大家都经历过了，就是美联储在过去几年提高借钱的利息。以前你借我100万，我还你1万，对吧？所以你不愿意借钱给我。那现在我直接还你5万，让你多赚一点利息，对吧？也因为这样，全世界的钱呢都被美国收了回来了。但结果却是呢，大部分的人都只是买美国短期的美债，长期的美债呢却卖不出去了。甚至这里面很多钱看到美股在上涨了，也跟着买进去接盘了。原因呢可以看一下上一部影片，我们每一部影片呢其实都是环环相扣的。也就是说，现在结果就是美国是把全世界的美元都收回来了，但钱呢不是回到美国政府的手上，而是跑到了美股，也就是美国资本家的手上。而刚才就说过了，美国是怎么透过美债把钱从全世界收回来，然后不用还钱了，就是我借你钱，30年后才还，然后把借你的钱拿去还现在到期的短债，就是借长债还短债嘛。但是现在呢，短债有人买，所以美国政府呢，他就要一直去还钱，而长债呢，却没有人买了，没有人愿意借钱给美国30年了。也就是说，美国政府的这一套借长债还短债就玩不下去了。这一套玩不下去，也就是说，美国欠全世界的短期高利贷就要不断去还了。比如说，今年2025年呢，美国有8万亿左右的债就到期了，需要去还钱了。而且美国呢还要去多借2万亿左右的新债，所以美国就要动用到国库里面的钱去还债，但国库里面呢就只剩下6000多亿美金了，这连平时的开销呢都不够花了。那没钱还就去印钱来还嘛。而这呢又回到一开始说的，钱都还没有收回来，如果贸然的去印钱呢，就会引发货币瞬间的贬值，美元就会越来越接近跟废纸一样了。那怎么办呢？重点来了。美国管钱的那个财政部长说，他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呢，就是把长期债券卖出去。这代表什么呢？我之前的影片说过很多次，当时我讲的时候呢，大家都笑我制造恐慌。但你会发现，现在随便的搜一下，无数华尔街的投行发表的言论，跟我当时讲的是一模一样的。无数美国的交易员现在都在为股灾做准备。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如果想要继续的去印钱，想要继续的不还债，那方法只有一个，就是把在美股的钱赶过去长期美债。那怎么赶呢？为什么美联储其中一个分支会主动说美国的 GDP 将进入到负增长啊？为什么现在美国公布的经济数据都在显示美国已经进入到衰退啊？很简单啊，比如说你现在是在美国做生意的，那恭喜你，川普加了关税之后呢，你进口货物的成本就会瞬间的上升，这样你就只能把产品卖得越来越贵，然后呢，很多美国人就买不起嘛，你的产品呢就卖不出去了，卖不出去你就要倒闭了，然后呢，你挺住了，没有倒闭了，那么恭喜你，因为当川普赶走非法移民之后呢，你的那些廉价非法移民的劳工瞬间呢也就不见了，你没有员工了，所以你就只能重新招聘美国人，对吧？结果你会发现，你每个月要发的薪水瞬间就翻了几倍。这个时候呢，你也挺住了，因为你是接政府生意的，赚政府钱的，不怕没有订单的，对吧？然后川普就告诉你，他要节省1万亿美金的政府支出，这下你终于顶不住了，所以呢，直接下海报考这个政府，希望当个公务员，拿个金饭碗，这下 OK 了，对吧？结果川普告诉你，现在呢还是要去节省成本，大幅度裁掉几十万的公务员了。然后呢，你就只能去面试一下大企业，结果什么亚马逊啊、Facebook 啊，只要你喊得出名字的，也都在大幅度的裁员了。所以你们这些社会的精英呢，
都瞬间失业了，那你们的房贷车贷怎么办呢？失业了没钱了，那还怎么花钱消费呢？现在美国信用卡赖账不还钱的已经飙升到跟08年一样的水平了。所以你会发现，川普说要让美国再一次伟大，但他做的每一件事情呢，都是让美国进入到衰退的。为什么呢？很简单，就是透过操控这个美国的衰退论，不停的喊着美国要衰退了，告诉你啊，这个世界连美国这样最强大的国家经济都要衰退了，所以已经没有任何投资是有价值的了。你投资什么呢？都会亏钱了。那么当风险这么大的时候呢，美国的国债利息还这么高，而且还很稳定的给你利息，那你是不是赶快要把这个钱转移到美债啊？而且你一定要去买这个长期美债，因为现在的利息呢有4%-5%嘛，你现在买这个长期美债就可以锁定这个利息30年了。你如果现在不买的话，那么当大家都去买的时候，就不会给你这么高的利息了。而且呢，这个长债的价格呢还会去涨的，你到时候去买呢就更贵，而且利息就更低了。所以现在很多人呢都被赶了过去，抢着去买长期美债了。那么重中之重就来了，这样就会出现3种结果。第一呢是最理想的，美债卖出去了，美股呢也没有崩盘，那这样就没事嘛。但是上一集说了，美债跟美股呢就好像跷跷板一样的，你中了我就轻了，钱跑去你美债那边了，那美股就没钱了。现在美债缺的钱是很大的，如果要做到美股美债都有钱的话，那美股就要慢慢的去跌，而且跌的时间呢是很长的，同时呢还要有钱不断的去接盘美股，所以这个可能性呢比较低。那么第二个结果呢可能性就比较大，也是我们经常说的，美债救起来了，很多人接盘长期美债了，但美股就崩盘了，而且崩盘的速度会很快，就好像00年、08年、20年的时候一样的。到那个时候呢，美债的钱就可以收回来了，这样美联储就可以顺理成章的去扩表印钱，然后把钱拿去零成本的借给资本家，让资本家去抄底美股，去重新推高美股。这就是巴菲特和我们都拿了天量现金的原因，因为无论是第一还是第二种可能呢，美股都要先跌下来的，但是最后一个可能呢，就是美股崩盘了，但钱却没有被赶过去美债，美债呢也跟着崩盘了。而这时候呢，美国就真的可能进入到衰退了，而且这时间呢会很长，因为美债卖不出去，钱呢就收不回来，收不回来就不能扩表印钱去救。如果硬要去救，那么股票涨回来了，那也没有用的，因为美元呢就会跌回去了。比如说你买了美股涨了30%，但美元贬值了40%，那其实到最后呢，你还是亏了10%的，这种情况就会牵连非常的大。因为全世界手上都还是持有天量美元的，如果美元的资产大幅度的贬值呢，那么全世界就都会进入到衰退，然后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了。也就是说，川普为什么要主动搞那么多让美国经济不好的事情啊？其实就是把这个刀下在全世界的脖子上了，告诉全世界，如果你们买美债呢，那就没事；如果你们继续不买美债呢，那美国不行的时候，垫底的将又是你们了。那么当全世界都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又会怎么样呢？全世界其他国家第一个要救的不是自己，而是美国。比如说08年金融危机发生在美国，波及到全世界，但第一个也是最快经济恢复过来的，也还是美国。但还是那句话，危机越大呢，我们可以赚到的钱以及赚钱的速度呢，都会比过去任何一段时间快了。为什么我们在半年前就已经布局港股啊？比如说我们去年影片公开讲不能造假了，我们20块左右买的小米，现在快60块了。还有今年我们内部补习班弟子还在持有的阿里巴巴，从99块买了，到现在1个月涨到140多块了。就是因为我们看到当美国不行的时候，跌了4年的港股反而是最安全的避风港。所以美股去年最后一波上涨了，我们没有完全的把握住，因为我们打游击战，所以呢依然还是输少赢多的。但是港股的第一波、第二波的上涨了，我们就抓住了。还有黄金，这些都是我们今年的提款机，为我们提供更多的子弹，准备去布局美股啊。那现在有人就会问了，港股还有黄金都在全线暴涨，闭着眼蛮多人赚钱的时候，但它还没有上车啊，那要怎么办呢？那请问我能怎么办呢？我只能说，还没有看股票投资班的，趁现在还是免费，趁现在里面还送福利，赶快去看吧。因为你错过了牛市呢，不知道又要再等多少年了。那听到这里哦，有的人又会说我在马后炮。说真的，我真不怪这些人，因为他们可能也是新来的，
但至少你也看一下我之前的影片嘛。我其实也不是想要证明给他们看什么，也不是想要炫耀什么，只是单纯的想要提醒大家，现在有这个风险，然后我们3个人和投资人看到了什么，希望可以尽我自己那么一点点的影响力，让有缘的兄弟姐妹可以躲过这场危机。而同时也想要去告诉你，08年的时候呢，当时很多人可能只是一家建筑公司的工人，或者是什么火锅店炖菜的，但他们现在很多呢都已经是我身边比较有钱的前辈了。然后08年之后呢，阶级呢就固化了，这些以前端菜的现在什么都不用做，手上的资产每个月甚至每个小时都替他们赚到了很多人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而我出生比较晚嘛，当时我还小，没能把握住那一次的机会，而现在这一次机会可能来了，我也长大了，最重要的是如果真的来了，我也准备好子弹了，已经卷起衣袖了。而就算这个机会不来，那我也没有什么损失，对吧？我们就重新布局嘛。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呢会先比较关注美债，一旦出现免费投资班讲的最佳的那个买入时机，我们就会进场买进。但这不是在布局，因为我们不会长期持有的，而是短线去投机的。因为还是那句话，美债救回来，那就可以继续的印钱，美债就会涨得更厉害。但如果救不回来呢？所以我们还是快进快出，赚了钱就跑，也就是打游击战嘛。好了，今天这部影片，如果你觉得还有一些细节听不懂了，我建议你把我前2-3期影片看完，因为逻辑呢都是环环相扣的。而最近呢还发生了比较动荡的事情，但时间关系呢只能在此结束。不过下一期你预期会怎么样？很多人每周都在等这句话，将会是重中之重。好了，接下来我影片上架时间会更改一下，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错过，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财富自由。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留言给我的。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呢，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